您刚才说爱是还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还有什么是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情感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几乎都不能用纯基因解释。那能用激素？激素能看见的可能是一种结果，但激素的这种调控也极其的精准。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很多其实做神经生物学的人都明白一个事实，就人正常死亡的条件下，不是横死，正常死亡的条件下，其实他在临死前，大脑会自己把大脑的细胞会把你从生理状态转成了病理状态，释放大量的色氨酸、五羟色胺、多巴胺、内啡肽或者类似的物质。什么意思？让你觉得很舒服。让你自己麻醉过去。对，所以很多人说有濒死体验，实际上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有点像我们在高山，比如说爬了珠峰下来以后出现的短暂的缺氧所引起的置换。这也是你的大脑为了帮你不痛苦，在危急的时候，是吧？死亡是一种程序，它是写在基因里的。细胞凋亡和人类的死亡是一种程序。这个在现在的医学的，比方用基因这些概念之前呢，哲学家历代的哲学家早就有各种探讨。那一般刚才讲的这个爱和这个恐惧，就是对生命的爱惜，都被解释成本能，就是用本能，就是说这个本能呢，就不是因为道德，不是因为教育，不是因为训练，而是一个它最简单的讲法，就霍布斯的这个本能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繁殖的本能，那繁殖本能，所以就有喜欢小的东西，爱包括怜悯等等等等。他认为这个人对自己子女的爱跟动物对自己小动物的一样，他认为这个不是教出来的，但这个是本能，生物性。就母亲肯定可以为了孩子不要自己的生命，对。这肯定是 DNA 吧？这个问题其实它是应该是说，既有对后代基因的保护，也有就是利他行为的一种保护。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那也有那不管小孩的，肯定也有。其实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于，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他亲生的。哎呦，这个事儿就更复杂了。就是说，不是，即使你自己心理上把他认定就是你的孩子，即使你报错了，你也会救他。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用基因去解释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养母也有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要命的，这就是也是有真利他的。还有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报错了，但是他就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也有为他不要命的。这些在这么多的科学证据当中都遇到过，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两种结果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就还是先天和后天共同决定的行为。就能不能理解，就是说 DNA 就是人的一种生理性的东西，它的基本运作原则是自立的。您讲的这个问题就有点像说，当我晶体管少的时候，它都对，把 DNA 拆到元素，拆到这个分子层面上，我们看得头头是道。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到一定程度以上，有了神经系统以后，它突然就诞生出了好多智能和我们解释不了的东西。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做脑科学的有一个悲观派认为，以人的角度研究人脑是永远研究不明白的。是，对人就等于你不能揪着自己的头把自己拽起来，叫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嘛，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一个系统内永远实现所有的要素都自洽，你必须有第三只眼去观察它。中国过去有个笑话吧，古代就说这个大力士楚霸王项羽说劲儿多大，当着他的众将领说：“你看，我能坐在椅子上把自己给抬起来。”然而做不到。对，就有点像您打的这个比方。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也是哲学家这么多年讨论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先从科学上讲是很简单的，现在全世界科学问题看的很多，实际上就三件事儿。三件事儿呢，我们把它叫做两暗一黑三起源。嘿，怎么讲？两暗，暗物质暗能量。这是宇宙当中我们看不见，但它就是存在的。暗物质暗能量，因为你能看见的都是物质和能量。但是物质和能量一定有它相反，有正数必然有负数，这两个东西不相等，宇称不守恒。那么这个东西我们还没有观测到，因为没有工具，但是数学上或者说我们经过模拟演练上它是存在的，这是两个大事。然后一黑是黑洞。黑洞背后是什么？黑洞那个点是不是起点？那个字不念奇，念奇，很奇怪。起点，起点的意思就是在那个点上，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崩塌的。奇异点，不遵循任何的，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有没有物理定律？这就是第一推动力，或者说这些
物理学大师为什么好到最后都有了这种宗教性的感觉？这是物理上所追寻的内容。三起源：宇宙起源、生命起源，最后一个最难，意识起源。如果不解决意识起源，这其他的问题都没用，因为你只有知道意识起源，你才可以去理解之前的两暗一黑两起源。所有这些都依赖于意识，都是要有意识。您是这个科学家哈，我想知道，因为好多科学家就说最后有这个宗教性的情怀哈。对，我听他们的这种感慨，就是说你越研究，发现这个 DNA 啊，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对，是吧？它怎么就比如说人，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或者一个哪怕是一个昆虫，甚至有人怀疑说昆虫的基因是外星来的，说因为看上去你把一昆虫放大了看，真的有点，就是它怎么可以那么样的完美？即使最小的昆虫也比行星复杂很多啊！对呀，行星可预测，昆虫不可预测。你会不会产生出这种，这是自然形成的吗？好问题，它可以不是在我们认知的自然内形成的。然而我相信，因为这个问题问到根儿上，比如说有神吧，我们就可以说，人很复杂，所以是有神创的人。那神更复杂，谁又创的神？这个问题在研究达尔文的到赫胥黎这个过程中呢，还是理查德·德金斯写过一本《盲眼钟表匠》。盲眼钟表匠，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今天看见的复杂不是第一天就复杂了，它是经过无数代不停的修正，才到了今天的复杂的程度。你不能忽略这个过程，尤其是我说的时间，几十亿年啊，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诞生出这样美丽的东西的。包括你看欧洲的一个教堂，几百年做成的教堂，那个东西的复杂程度，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理解的，至少不是一代人可以理解的。爱因斯坦实际上在后期我的自传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说我所信仰的上帝是那个从万物秩序当中规律性所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相信那个与世人的行为有牵累的上帝。规律性就是上帝。对，他说物理定律就是上帝，道嘛，能不能这样？其实就是规律嘛，道也是就是规律嘛，就是什么道嘛。他简单讲，我们经常说庙里面有个佛像，给佛5块钱，这边就求佛保我金榜题名，那边说保我上市成功，这边说让我能够做100万。我开玩笑，佛又不是开赌场的，佛是管不了这个事儿。没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不要把宗教性和宗教混到一起去。对，但是宗教性是一种信仰，信仰这就是个道，只是这个道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阐述的观点。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科学家来讲，他信的是有一种规律，即使这个规律也是互斥的，因为科学必须可被证伪，不可被证伪的事情就不是科学。严格意义上讲，数学就不是科学，因为数学对的就是对的。数学是纯逻辑，是纯粹的逻辑，它对的就是对的。我今天说了，比如说，就在欧几里得这个三角形3个内角和就是180度，这个东西不可证伪，这不是科学，这是公理。科学一定是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所以现在在科学界，我们特别反对的一种观点就是无神论造神。怎么讲？叫简单的相信当下的科学就是无神论造神。对，这也容易把科学神化，把当前的科学神化。他已经忘了把 DNA 神话，把 DNA 神化。很多人就说基因什么都能干，我说不可能，基因能干的事我说的很清楚，与生俱来、与时俱变、外来侵入这3个事儿我说了算，我基本能看到证据。其他的好多问题，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抑郁，这真的很复杂，这不是一个基因简单能回答的问题。但是有些人就变成了基因决定论、基因万能论，或者量子决定论、量子万能论、AI 决定论、AI 万能论、元宇宙决定论、元宇宙万能论，这都叫无神论造神。我是身边就有这样的侃爷，那家伙侃的神的，就说我告诉你，你呀这一辈子你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得什么病，你甚至说你会碰见什么人，对吧？一直到你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全都写在你的基因里。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客观的，或者说对它跌扑不破的真理。人家说所有的这个学科其实都有个人的因素在里面。对，如果分一个光谱，个人因素最多的是历史，对，最少的是物理，差不多是可以这样讲。因为至少从19世纪下半程以来，科学每过20年知识量就翻1倍，现在这个速度每10年就翻1倍，所以这种科学的复杂性的提升，使得大部分人已经跟不上了。科学的复杂并没有让大家减少了迷信，反而因为科学的复杂，让大家更加的持对各种阴谋论，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兴趣。因为阴谋论简单呐，就是我们反倒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外行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反倒打中了一个关键，
永远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没事儿，这个技术比如说已经10年了，已经20年了，已经30年了，那40年呢？比如说相信科学的人，他就会非常确定，就这个没有问题。比如说药品，咱们就说美国 FDA， 那 FDA 通过的药品，那就是可以的药品，那就是这就是科学就认知到这个了，所以你就可以吃了。但是永远也有人就是说，那你怎么知道呢？在呼唤一个绝对啊，要求证明绝对安全。在无限远的将来，甚至说你的基因，现在就用的基因疗法，对，基因疗法，我跟你说是未来的一个福音呢。好多这个遗传病是对吧？罕见的这个病，包括疫苗，我们 mRNA 就是合成了一段基因，然后打进去，但是它模拟了病毒，对，让人类最直接的习服了如何去抵御一种病毒，对，包括未来的肿瘤治疗，基因疗法的前途是很广阔的。所以这个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科学家只能是按照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认知的这个程度，但是科学也说了。我永远等待证伪啊！是，那么会不会今天我们在科学方面，比如说在基因方面，我们采取的某种疗法，将来突然发现，就所谓这个黑天鹅什么的，100个都没事儿，100个都好使，第101个出事了。所以我一直问他们，我说这个有什么可能的大的危险？证伪是不是就等于说摸到一个边界了？证伪是在于。其实这个在理论物理上不是有经常2个有意思的段子吗？其中第一个段子就是说，就所谓的一个神枪手嘛，每隔10厘米打一个洞嘛，然后有一个2维的生物去看这10厘米的洞，他就认为10厘米就有一个洞，他把它当成一个定律了。这在大刘的《三体》里写得很清楚。第2个就是一个养殖场，比如说就养了一群猪吧，每天10点一敲铃，大家就给它喂食，最后猪里面有一个科学家。有一个科学猪总结了一下，每天10点就会有食物，大家挣了1年，果然对，然后第1年01天集体拿去宰了，因为过年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证伪的一个逻辑。我们其实在这个维度的生物有好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就是个3维度物种，你又在时间上不可穿越。假如说有更高智慧生命的存在，那我们今天很多事情等于白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自由意志存不存在？对呀，如果自由意志如果不存在的话，那实际上你就可以假定我们今天所有东西都是被设计出来的，你的思想也是有边界的，因为你没有自由意识。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哲学家其实表现的确实都很牛。笛卡尔是集大成之作嘛，他就假定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这么一个神，或者是魔吧，我可以制造你任何的幻想。那他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问出一个什么问题就能证明我存在？他说我思考了我就存在，我思故我在啊。所以今天其实意识起源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于你到底有没有自由意识，你的自由意识到底被不被你的悟性所束缚，你的想法是不是无限的，是不是无穷可能的，也就是说你的算计的可能性是不是无穷维度都可以去，而你也只不过是一个高等的 AI， 只是我让你觉得你已经可以无所不能了。就像你养的小白鼠或者你家养的宠物猫，它没出过门，但那就是它的世界，也许你就是那只猫，我们被困在地球上。这其实就是很多终极问题，我们最后讨论到很多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你怎么证明你有自由意识？因为你有时候想想，你所能想到的东西以前都有人想到了，或在别的地方都有人想到了，就是你在这个怎么来说，在这个传统中间，是不是说我们人类能不能证明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是到那一天发现能不能证明宇宙有没有边界？其实，因为它是我们认知的，还是要回答几个起源的问题嘛。如果宇宙起源是对的，如果能看得到，物理定律又是对的，我就应该有生命的起源。我有生命的起源，复杂一定程度，我就有意识的起源。这个意识的起源在当前的宇宙范围内，它应该是和这个宇宙的定律所互洽的。但是您说的这个到这个黑洞，到这个奇异点的那个地方，对，所有既有的物理规律失效。是，但是呢，科学家又说会有一个界限，对，但是那个界限之外，那就是不可知。这些我小时候看的第一本《十万为什么》就是天文学，那个时候一看完了以后，就其他问题就没法想了，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总有个边吧？宇宙之那这个边你再脚再跨出去一步怎么办？是不是你一跨人就死掉了？他的问题叫宇宙是有界无边的，哎，有界无边。什么叫界呢？界就是在于相当于你在一个无穷大的球面上走，你离不开它，但你感觉每走一步还是在这个球上。想象一个篮球，你是篮球上的一个细菌，你是跨不出这个界的，因为有引力或有其他的基本物理定律存在束缚你。这是爱因斯坦的定论，就是有外面有界，但是你去不到。你换言之，在那个点上，连物质存在的基础可能都不存在。所以换句话说，等于再通俗一点，就是说，你拿了很多尺，你拿了很多理论，你去找到了。假如给你找到了，那些尺、那些理论都是没有的，消失的。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这个宇宙真正的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哎，哎呀，这句话讲的特别智慧。但反过来讲呢，他也明白这个理解是有边界的，因为已知的越多，未知的更多嘛。对，这种终极问题问出来了以后，其实大家都答不了。你比如说中国古代人呐，就讲人呐，你比如诸葛亮，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哈。后来我想，那不就是爱因斯坦吗？就是说你认识到了这个科学的规律啊。哎呦，这个爱因斯坦死后，我觉得他在哪儿也偷笑啊。就是说，我说了，这个光从这儿到这儿，它会弯曲，多少年之后证明一点儿不假。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如果是在古代，那就是天师啊，那这决胜千里，告诉你什么时候日食就日食，告诉你什么时候哎。你如果从科学界来讲，爱因斯坦真的是一个仅靠推演，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证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去想的事情。爱因斯坦生在1879年，1905年的时候写狭义相对论，那年他才26岁，26岁，4篇文章就把 E 等于 mc 的平方给推出来了。他就是一个管专利的这样一个小事务员嘛。对，专利局的。他最牛的就是写引力波嘛，就是预测了引力波的发现。我们真正看到引力波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了。那是因为工具大了嘛，就是你的工具够了。他所预测的很多的定律，指导了人类又往前走了好多步。那你说爱因斯坦的 DNA 跟我们对，我也跟他想的一样的问题。他的大脑不是那能不能拿来做研究，来改变这个人类的 DNA 的总库，对不对？我们先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爱因斯坦大脑，大家都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大，后来死后真的被解剖了，还小，他还小，对，没有什么特别，没有特别，所以他的我们还小呢，比正常人，我们大概成人的大脑1400个立方厘米嘛 ，cc。我们一般用毫升嘛，这么去理解。女性的会小一点，因为头大头小，这是个气质的问题。但没有说女性笨，男性和女性智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这得说，只是在不同的点。我以为女的比较聪明，这更会说话。你的感觉是这个？我还是要用这个，这不是政治正确，这是真实证明。男性和女性之间大脑上在结构上的差异，仅仅是体积上小了11%，那个就跟体型的差别一样。而且较强壮的男性比头较大的男性比头较小的男性也差这么多，就证明这就大脑是没有性别二态型的，不会因为性别产生2种状态，叫性别二态型啊，这是一个定论，这不是一个为了证明。那么这个大小跟它的功能有没有什么？没什么关系，因为爱因斯坦的大脑也证明小一些。那这一点是不是说明，就是传统所谓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基本可以认为是后天社会文化环境，我相信是影响。就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女性这个数学不好啊，方向感不好，其实都不是，在女性都能找到相反的证据。这个更多的是被暗示了。对，是被暗示的。就像星座这个玩意儿存不存在呢？其实更多的是被暗示了。就是您在上一集提到一个，我觉得还没展开说说呢。这个真的是未来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伦理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定制人类，从仅从可能性上，科技的可能性，纯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么讲，我可以在今天的技术下定制任何一个定制序列的人类，但它的功能我预知不了。就比如说31个碱基，你说怎么排，我可能给你可以都合成出来，但这个孩子能不能按照你的预期发展成那个样子？比如说打篮球超过姚明，比如说脸就像哪个明星，这个事儿我们做不到。不是设计，不是能不能制成，就比方说它的肝啊、胃啊，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
是最理想的，不太大不太小，去掉一些疾病的可能，脚的大小、身体的这个比例，这些可以做成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今天还做不到，但是技术上来讲，这个事情应该说迟早会有是有可行性的啊。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今天研究的比较透彻的是酵母。酵母就是我们酿酒的蒸馒头。蒸馒头。现在酵母不仅仅能蒸馒头了，比如说这是番茄，对吧？我们以前刚才还是精子呢，就是番茄了。一直讨论这个番茄红素。比如说咱们喝红酒要白藜芦醇。这些以前要从葡萄从番茄里做，现在不用，让酵母表达，让酵母直接表达。最典型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青蒿素啊，青蒿素不是从黄蒿里提出来的，青蒿素是从酵母里表达出来的。就是很多必需品不是从它最早的生物材料里，不是从生物质来。你要什么成分，就是我只要那个成分，就是因为基因是一样的。我曾经算过一个账，你把澳门都种上黄蒿，就是产生青蒿素的原料，所能供应的青蒿素，仅仅相当于就这么桌子这么大小一个发酵罐养酵母供应的量是一样的。生物制造酵母现在能表达什么？表达抗体，表达白蛋白，可以替代我们人类以前只有献血才能拿到的成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这是比较积极的、纯粹的、好的生物工程这层面上讲。对一个人类的定制，像您刚才讲的，要求这么做，技术上的确有可行性，但实际上很难做得到。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说的，摁了葫芦起了瓢。你不知道调了这个那个会怎么变，而且这个试错成本就跟转世轮回一样，只有一次机会。对，这个基因的秘密啊，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讲大数据一样哈，它要普惠。这个地方就体现某种人类价值观。同意。你绝对不能将来变成说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基因，或者你就对自己可以做一个比较优化。没钱的人，那就只能比你越来越蠢，越来越弱。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我经常说，不能把精准医学变成精英医学。有权的人就可以肆意享受技术红利。换言之，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死亡才使得让下一代有机会替代上一代的生态位。我觉得基因科学啊，就会有可能会改变这个。你这个是一个人为的认识，或者说是目前表面上大家的一个认可，但是总有人从自私的基因的原理来打破这个。我曾经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从永生开始的。问我支不支持永生，对吧？我说我肯定反对永生。这不仅仅单单的是能不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人类归根结底是以种群的方式延续，而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延续。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在于，如果说第一个人能永生，那么就有第二个人永生，他俩之间会用物理的方式解决对方。互相杀一下就完了嘛。我们刚才讨论的永生都只是基因层面上的永生，不可能说我把你这个肉体都消灭干净了，你还永生。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最麻烦的一个事情，意识永生。就是科幻电影里讲了，你的意识可以下载，这是人家最追求的。这个里边第二个危险，那霍布斯早就讨论过的，人跟人这个冲突是绝对的。第三个是无数人追求的，特别是伟大的这些哲学，孔子啊等等，亚里士多德啊，要是现在能复制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一些思维的观念，他到现在不过时啊，那有很多人会愿意啊，人类的共识会愿意啊，那这个将来有什么方法能阻止，或者说，我最近出台的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办法，禁止用算法去做推荐，我觉得就挺好的一步嘛。但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消耗那么多？就你像人类几千年积累那么多智慧，你看看今天实际上大家好多都忘了，怎么能保持这种传递？怎么那么多没脑是吧？对呀，这成本太高了，这个人类智慧传递成本太高了。不是有些事儿啊，我简直觉得很难相信，但是就是他们觉得可能，比如说马斯克。他们说已经连了接口，连了一个什么动物？对啊，猪、猴子都有。就是都好。你看，很多时候啊，文科生说的高兴，我不知道具体上怎么能做到。说将来真有希望做到有个接口，它能读取我脑子里的记忆和想法，这是可能的吗？这个做过一些常规的实验，这倒不是马斯克做的了。这个马斯克做的更多的是把电信号连接。这个倒不难，本身就是生物电的一个最简单的行为。
你能读我的脑电波，我相信啊。我的思想怎么读啊？它是有这么几个实验，这是真实做了的。就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癫痫的患者，我要切除一部分脑白质，这个过程中要做术中唤醒，就是做手术把你叫起来。那么最近做的实验是在你要做这个区域放了很多脑电极，插了很多电极，这个电极极片，然后你不要说话，我问你问题，你用脑子想，然后他把你的数据给输出出来，正确率大概是60%到70%之间，输入速度大概是100到150个字，英语就是我讲的是英语。但然后以后他就找到规律，知道你的脑子怎么运作。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我们至少是可以把他的语言，如果你想说的话，比如霍金要有这个技术，那是蛮好的，他就可以大量的输出了。比如说我们学外语的经常说，哎，你习惯用英语思维，那您这意思就是说，脑子的思维是假如是用语言思维的话，至少语言中枢的这一部分的信号，在一个有10亿人级别使用的语言、上百亿的数据训练集的条件下，可能被正确识别出来。它就能翻译成英语。我说的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这是发了科学文章的，这事已经做到了。所以你想想，这个未来就是所谓他们说的，因为一直有这么一个科幻啊，这是科幻世界里的啊，要是真的那太可怕了。就是义军刚才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人呐会死，一个人你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就死了也就死了，只能说他的思想永生存。但是假如说将来要是有一天有人提出这种假说吧，能够下载你的真的这个大脑的思想，就是所谓在这个意义上的不死，数据化不死，那么就意味着呢，同样是爱因斯坦的这个大脑啊，他会继续想下去，再给他100年的时间，再让他整天上网什么都看看，对吧？这个跟他的那他这个东西积累下来，这个大脑他会发现宇宙的终极真理啊，都说不准呢。刘慈欣就写过一个这个小说，这是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说的这公司已经有了，在加州，就是说一组程序不断的聊，设计无数的问题来问，1岁干啥，2岁干啥，视频什么都有。将来你5代以后的孙子想见窦老师，打个电话，反正我们的很多长辈不都是活在你通讯录里吗？好久都没见了，打个电话，根据你的声音，根据你的记录，可以跟他聊天了。这个公司在美国已经有开始去成立了，这是一部分。所以当时大家很担心产生另外一组黑客嘛，我天天删他数据就行了，一直把窦老师删成老年痴呆，就是你得给我钱，要不我把你爷爷的爷爷的数据删掉。这是一个你刚才说的意识上云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如你所说的，如果说那个大脑本身真的，我刚才讲这个范围还是在计算的范围，还没到算计。真的到算计了，这是不是人类解决终极问题的一个方式？换言之，我们可以思考贝索斯在上太空时候，他讲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讲：地球能供养的人类是有限的。且不说这句话对不对，它的基本点，但是太阳系是可以支持我们有1万亿人的。如果有1万亿人，我就能有1000个爱因斯坦，就可能会使人类这个物种向深太空去行走。这就是说，这种美国的这种冒险家的精神，也是代表了我们智人在迁徙过程中，我们当年智人能够从非洲，假如从非洲走，能走到北美，能走到南美去，这也是这种扩张的精神。这2件事情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其实对人性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从这个角度来，从概率论的角度思考，我们还是会出爱因斯坦，就像爱因斯坦之前还是有牛顿，还是有伽利略，还是有亚里士多德、希克波拉底、毕达哥拉斯，这一样的。包括我们的诸子百家。